免其实是台湾的一个救赎。大罢免结束之后，谁赢谁就主导局面，全力跟他打下去就对了。斗完台湾才会有未来。所以我看到国民党的转变，看到民众党黄国昌跳出来要救这个党，我都是很欣慰。看到民进党的烂，就不会这么痛苦。至少这个台湾还有人在救。台湾已经成为华人世界的乱源了，而那个乱源是谁？就是青鸟，就是黑熊，就是民进党。不矫正此乱原则，台湾无以重生啊！我们会受到全华人世界的唾弃。民进党现在纳粹化已经是非常明显，他们是绿粹化、麦卡锡化，这个力量不拉住，必然要灭亡。2026如果赖清德再输，大家都知道2028一到，赖清德要下台，终于他的人就减少很多，这就 democracy 的底层逻辑啊。重选是好事，再选一次就叫救赎重生啊，全部再确认一次，就会看到你赖清德输到脱裤子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台湾已经成为华人世界的乱源了，而那个乱源是谁？就是青鸟，就是黑熊，就是蟾蜍，就是绿卫兵，就是1450，就是民进党。不矫正此乱原则，台湾无以重生啊！作为华人世界的乱源啊，我们会受到全华人世界的唾弃。2025就是一个大爆炸的年份，2024是乱嘛，2025是变嘛，变也是一种乱啊，只是有序的变，有序的乱就叫变。从2024过渡到2025，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？2024有很多灰犀牛、意料中之外的事情。很多事情在2025年会有一个收束进来的一个新的转变出去，所以2025年就是个变，但这个变里面呢，就是要战，就看谁能够先持得点，谁能够在这一波里面雄起。但这个变局我们是可以一眼望得到头，跟2024不一样，2024你是一眼望不到头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。但这个翻过了这个年之后了，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到整个接下来大战场它这个太阳是长什么样子。大罢免其实是台湾的一个救赎。大罢免结束之后，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谁赢谁就主导局面。所以在这个大罢免不要害怕，全力跟他打下去就对了，全力斗下去就对了，斗完台湾才会有未来。现在的危局是怎么产生的？就是李登辉留下来的巨大 bug。李登辉当年为了实现民主独裁啊，硬是把国民大会给废了。之后呢，总统就变成真正的皇帝，因为总统只受国民大会制约，立法院本来是总统下辖，就我们的原始宪政格局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叫五院制。可是事实上，主权在国民大会手上，治权才是在总统手上，而总统所代表的治权又分成立法、司法、行政三权。原本格局是这样，但是李登辉这个独裁者，他为了要掌握最大的权力，所以他把国民大会给废了，还得了一个美名叫做民主先生。是他推倒了万年国代，他推倒了万年立委，可是他造就了一个真真实实的民主独裁者。那这个 bug 是什么呢？他为了害怕台独派系在未来没办法站上天了，所以他用了一个相对多数制，然后用了一个绝对超级总统皇帝制。总统有权无责，行政院长有责无权，这样的一个总统皇帝制就造成我们今天宪政 bug。总统可以用少数不满5成就可以获得绝对的皇帝权力，民选皇帝的权利，而立法院一票一票辛辛苦苦选出来的多数掌握了国会，却没有办法主导整个政治的走向，因为我们要采用西式 democracy。democracy 的逻辑就是票多的赢，票少的输。有人说不对啊，总统跟国会是分开选举啊，但是问题是同样授权啊，都是来自于人民啊。当总统是少数，国会是多数，请人听国会的；当总统是多数，国会是少数，那就听总统的，就这么简单。授权的一个 democracy 的底层逻辑来讲是要听国会的，可是就宪政设计的 bug， 因为李登辉这个私心要犯，他为了独裁，他留了一个大 bug， 所以呢，今天赖清德以40%跟陈水扁一样的卑微的总统，却呢做的跟大皇帝一样大，这叫做 bug。而这个 bug 就在时时刻刻折磨着台湾今天的社会。这个 bug 折磨着台湾今天的社会呢，导致的结果就是现在乱成一锅粥，要上不上，要下不下，结果就是授权的名义没办法贯彻执行，未充分授权的名义占据行政主动，造成了一个宪政的极端 bug。那这个极端 bug 它又可以反过头来用罢免来恐吓你，来威胁你。所以重选是好事，因为重选的结果是什么？再次确认民意，也就是说再选一次就叫做救赎重生啊，全部再投一次，再确认一次，你刚刚好，你赖清德就会看到你输到脱裤子。当你输到脱裤子，你在那边倔强想要声明，不会有人听你的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快要变天了嘛。2026如果赖清德再输，大家都知道2028一到，赖清德要下台，赖清德要下
下台会忠于他的人就减少很多，这就 democracy 的底层逻辑啊。所以民选皇帝制就是这样子造成我们宪政 bug 嘛。真正来说，它应该是透过2阶段授权嘛。如果没有人过半，直接刷掉后面所有的人，留前2名再选一次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我们的整个宪政体制就完美了。我们的老百姓充分授权给了国会过半的民意，对上一个40%民意的时候，他就撞墙了。体制是这样，但他运作不下去就卡死，所以整天只能打架。然后呢，总统推的事情根本推不过，然后立法院出去的事情，总统硬是用制度把你卡死。既然已经玩到这个天头上，血流成河也要战，只有斗死了才会重生。哪一个面对罢免退缩的立法委员，他就不配有资格当这立法委员。再说一次，民主就是票多的赢，票少的输。Just cool into the mouth. Nice. 任何人不服从这个基础逻辑，他就必然会出现撞墙的状况。赖清德就是经典案例。我讲白了，民进党只要罢免输，他就等输了。所以我觉得我很乐见哦，终于有一个机会让国民党好好的震撼教育一次，当什么叫做真正的在野党。我们现在台湾终于走到这一步，我觉得非常的好。国民党本来就是从人民中走出来的嘛，你的历史那么多辉煌，结果今天你们连个当事官都顾不了。我一个读历史的看到这种党我说真的我是满满的不屑，因为你们对自己的历史是如此的轻忽啊。可是我又看到了青壮世代开始重拾起他们的历史，重拾起他们的一个革命的灵魂的时候，你又觉得很欣慰。国民党最辉煌的时代就是即将要颠覆清朝的那个时代，遍地热血那个是真正最原始的国民党，那个时候叫中国革命同盟会，那个历史是让人4个字叫肃然起敬。有谁有办法写出像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呢？那才是真正的国民党最原始的样子。众人皆不畏死，皆勇于赴死，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，那个才是让人家有吸引的灵魂嘛。那你国民党你现在一无所有，你就该回到那个样子啊！你还在那边软烂，你再软烂下去，一度差点被民众党给取代。结果你看民众党现在柯 P 一被关，底色都露出来了。事实证明，柯 P 只是打造了一个一人政党，并不是打造了一个真正的在野党嘛。黄国昌能不能救民众党于轻微大厦之中，我们不知道。祝愿他有办法成功，创建一个本土型的政党，跟国民党形成真正的2党，把民进党这个垃圾党给淘汰掉。我祝愿他。所以我就说，小草你要紧抱国昌老师的大腿，他也许不是最好的选择，但他是 only one 选择。其实我常常讲评，我嘻嘻哈哈的，我是把我的悲伤给藏起来。文人有时候会比较感伤嘛，会比较感慨悲歌嘛。我知道在新媒体的时代，我们必须做很多的牺牲，必须把事情做得重义一点，必须把华文圈知识娱乐吃瓜第一品牌这个招牌给擦亮一点，才可以引起更多人的共鸣。可是我们内心是悲怆，所以我看到国民党的转变，看到民众党黄国昌跳出来要救这个党，看到民众党勉力的活下来，我都是很欣慰的。看到民进党的烂就不会这么痛苦了，因为至少这个国家还有人在救至少这个台湾还有人在救。乌克兰教训就在眼前，所以我们要避免我们成为乌克兰。乌克兰就是因为没有人拉住了乌克兰那一股疯狂的新纳粹的力量。民进党现在纳粹化已经是非常明显，他们是绿粹化、麦卡锡化，这个力量不拉住，必然要灭亡。